大家好，刚刚我们看的视频是我用 Stable Diffusion 进行的视频换脸。那这个视频换脸该怎么去操作？我用了两个插件，这两个插件也是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的。第一个是 Temporal Kit 这个插件，它是做视频用的；第二个是 Roop 这个插件，它是换脸用的。额外加一个 Absence 这个工具，它是去视频闪烁用的。那这些工具它的一个下载以及安装，我就不再给大家去分享了，因为我之前已经给大家去分享过了。如果你没有安装或者是不会的，你可以到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我把插件的地址以及它所需要的工具，还有这两个插件它的一个安装和使用的一个视频都放到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不会的可以到这里来查看。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的 Stable Diffusion WebUI 已经更新到 V1.5.0 以上版本，那我这里是更新到 V1.5.1 版本了。你使用这个 Temporal Kit 这个插件，它可能会报错，就是有扩展冲突。我是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错误，就是这个，而且这个扩展冲突就是你把这个 Temporal Kit 这个插件删除之后，你的 WebUI 还是不能去启动了，就是这个错误。那这个错误该怎么去解决？这是办法，就是在这个文件夹中，然后去删除掉这两个文件。我们先到 WebUI， 如果你自己觉得不保险的话，那你就是说重新备份一个 WebUI， 或者是重新安装一个 WebUI。那我这里是重新安装了。如果你有那个报错，你先到这个目录，然后找到 VENV 这个文件夹点进去，然后找到这个文件夹点进去，然后一直点进去，在这里头去找到刚刚的那两个文件 T 开头的。TQ 就是这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你要进行删除，因为我这边已经解决了那个问题嘛。然后你要删除，删除好了之后，你在这个右边，然后鼠标右击在终端中打开。如果没有这个，那你就在这里输入 PowerShell 或者是 CMD， 按 Enter 键也可以进入这个窗口。来到这个窗口之后，你再运行这行命令，就是这个命令，粘贴到这里来就行了。好了之后，你按 Enter 键，然后它这里就会运行。运行好了之后，这个地方我就不运行了哈，然后你就关掉。关掉了之后，你回到这个 WebUI， 然后去重新启动你的 WebUI， 就是 WebUI user.bat， 你双击它去启动，然后它会自动的重新去安装这两个就是文件，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两个文件。它会重新去安装，那你就可以使用那个 Temporal Kit 那个插件了。这是解决的一个方法。废话不多说，我们看一下怎么去进行视频换脸。我们先打开 Temporal Kit 这个插件，然后在这里我们要去上传我们的原视频。我就上传这个视频吧。这个呢，它是一个14秒钟的一个跳舞视频。然后我们看一下下边参数，这里它是每个画面帧数的一个平方根。如果你这里是2，它就会生成4个画面；是3就会生成9个画面。因为我们需要去替换这个人脸嘛，如果你是生成4个、9个画面，那你替换的人脸就比较多，那就比较麻烦。我就需要替换一个脸就可以了。那我这里就就生成一个画面。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高度分辨率，我们就要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原视频它的这样的一个分辨率是多少。就是这个视频，我们看一下它的属性，它是一个1080×1920这样的一个分辨率，它的这个高度分辨率就是1920。然后你就在这里设置1920。如果你的显卡一般的话，那你这个地方可以设小一点。比如说我显卡一般就是1024，我就设为这个。它会根据你这个分辨率去调整这个视频的一个大小的，直接缩放。然后这里是每秒多少帧，就要看你原视频的一个帧率。我原视频就是每秒30帧的，那我这里就默认30。然后这里呢，它是关键帧之间的一个帧数，这个默认就可以了，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然后
它这个每秒会生成多少个关键帧？就是用这个30除以5，就是6个关键帧。那每秒6个关键帧，一共14秒，那算起来就是14乘6，就是84个关键帧，就是这样去计算的。然后你设置好了之后，这里一定要去勾选这个。然后这里呢，它是你输出的一个地址，你去建一个文件夹，找一个地方，随便什么地方，建一个文件夹。比如说我建一个 test 这个文件夹吧，就起名 test，然后我们点进去，进来之后你把这个地址复制一下，然后粘贴到这里来。好了之后打开这里，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去勾选，这个就默认。然后这个是关键帧的一个边界，它是每20个关键帧一个边界，就是这样的。那这个边界它会增加2个关键帧，就是这个。那如果不想增加的话就0，这个它就跟这个视频的一个时间会差不多，这儿0。然后这个一定要打开，这个是切割视频用的，这个一定要去勾选，一定要去勾选。好了之后，我们点这里运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后台，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大家稍微等一下。好，这里已经结束了，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我们到这个文件夹来，这个 test 这个文件夹，你可以看一下，它就多了这么多的一个文件。然后我们切割的这个图片就在这个 input 这个里边点进来，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这样去切割的，一共是84个项目，这里。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去对这些就是换脸，就是这个脸给换掉。我们回到 Stable Diffusion 这个页面，然后到图生图这里来，一定要到图生图。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去上传一下，就是在这个我们刚刚切割的这个图片里头随便选一张，我就选择第一张吧。然后选好了之后，下边要进行设置，然后我就填充吧，这根据自己需求去设置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大小一定要去跟这个大小是一样的，你就点这个直尺，它就会变得跟上边这个大小是一样的。然后这里呢，建议是从0.1开始，你这个重绘幅度就是从0.1往上去增，先建议从0.1开始，然后再打开这个 Loop 这个插件，然后在这里你要去就是换上你想换的那张脸，比如说我就换这个男生的这个脸，然后点这里启用，然后这2个算法都可以，选其中一个就行。然后这个呢，它是这个替换脸型的一个透明程度，这个值越大就越像这张脸，越小就越像我们这上边这个脸了。那我这里就默认这个1，然后这里是放大算法，我就不放大了，就这样，其他我就默认。然后上边你要去替换，因为用这个 Loop 插件，它现在还是只能换一些偏真人的脸，2次元的不太行，所以你这里大模型你要选择一些偏真人的大模型。那我就用的这个 Child Mix 这个模型，然后好了之后，你点这里生成。好，这里已经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把这个人脸给替换了，就替换成这个男生的这个脸，这2个的一个对比。可以看一下，然后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你都需要在这个图生图里头去试一下这个脸生成的怎么样。你也可以调节下边的这里重绘幅度以及这里的数，然后去换一张你自己比较满意的脸。然后好了之后，我们就要进行批量处理，点这个，然后这个是输入目录，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 input， 就是点进来我们这里的这个 input 这个目录。粘贴到这里来，然后这里输出目录。那我们回到这个 test 这个文件夹，然后这里有一个 output， 这里，然后点进来，现在是空的，然后你把路径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来，然后其他的我们都不需要去更改，都不需要去动，然后我们直接点生成，这里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好，生成好了，因为我电脑配置一般，用了11分钟。那这里生成的图片，你就可以到我们的就是这里之前的 test 这个文件夹，对吧？我们建的里边的 output 这个文件夹里边来，然后这个就是你刚刚生成的这些图片。这是换脸换过后的，然后你都去看一下，你觉得你哪些图片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你就看一下下边的这个序号，就是它的名字，然后再回到 input。这里边来，然后对应的这些图片你找出来，找出来了之后，你回到我们的 Stable Diffusion，然后到这里的图生图，然后你把这个图片放到这里，然后重新去生成一张你自己比较满意的，然后生成好了之后，你再去替换掉，就是这里的 Output 这里的这个图片去替换就可以了。当然，这个名字你要改成跟它一样的名字。就是这里，那我这里就不去查看了。然后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回到这个 Temporal Kit 这个插件这里边来。好了之后，我们点最后这一项，就是 Absence Process， 就是这里。然后这个呢，我们需要把我们输出的这个文件夹是回到这一层，就是这个 Test 这个文件夹里边来，就是这一层。我们建的这个文件夹的这个路径复制一下，复制好了之后粘贴到这里来。然后这里呢是上传我们的原视频。这个原视频它也导入到这个里边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原视频，它也导进来了。然后14秒钟，下边这里的设置跟我们之前就是这里的设置对应上就可以了。那这个是30帧，然后这个是1，然后这个是1024，然后批次我们是5，对吧？然后这个最大的一个帧数，它怎么去计算？这里我们每秒30帧，然后一共是14秒钟，那总共的话就是，30乘14，420帧。所以你最大帧数一定要大于420帧。那我就这里就450吧，其他我们就默认。然后我们点这个按钮，你可以看一下它这里在运行，你也可以看后台，它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好，这里已经生成好了，可以看一下，就是这里什么也没有了，它生成的这个东西都是在这几个文件夹里边，0、1、2、3、4，就是这几个文件夹里边。然后我们点进去，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些，就是生成到这里边来了。然后好了之后，我们要打开 Absence 那个工具，我应该是下到这里边的。就是这个，你下载的这个 Absence 这个工具之后，然后你要解压，我是提前解压好了，点进去，然后打开它，然后我们把这个放小一点，我们回到这个文件夹，然后点开0这个文件夹，进来之后，这个 Frames 这个文件，然后我们拖到这里的 Video 这个地方来，然后这里的 Case 这个文件夹，我们要拖到这里。Keyframes 这个文件夹来，然后进来了之后，它这里一次性只能处理20张图，然后你在这里 Run All， 好，这里处理好了，注意了，它只能一次性处理20张图片。处理好了之后，你要关掉，关掉了之后，这个地方重新打开。然后这个0这个文件夹，因为你处理好了，你可以看一下，它会多出很多这些文件夹来。然后我们再处理下一个文件，就是这个1，你挨个次序去处理就行了。同样的操作。好，这里每个文件都处理了，可以看一下，就是这几个文件，就是同样的一个方式处理好了之后，我们回到 Stable Diffusion 这个页面，然后这里什么数值都不用改，我们点这个按钮，
然后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它也是看后台，很快它就能生成我们需要的视频了。好，这里已经生成好了，你可以点这个直接 download 下载下来，也可以回到我们就是这个文件夹，就是这个 test 这个文件夹，然后它会多出一个 output 这个 MP4 的这个视频，然后你点开，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了。当然，这个视频和我们的原视频它可能就是时间上不是那么对等的，因为你很难去保证它的一个总的一个帧数跟原视频的一个帧数是一样的，那个地方太难去计算了。那怎么办？你可以用一些工具，比如说我用达芬奇去新建一个项目。我们点这里的媒体，把我们刚刚的那个视频导入进来。test 这个文件夹，然后就是这个呢是原视频，然后这个是我们换脸过后的视频，然后我们点这里的剪辑，我们可以把它拖进来看一下嘛。这个声音，我们先把这个往这边放一放，再把我们换脸的视频也拖进来。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了，就是这两个视频。然后好了之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下边这里，就是这个视频的一个长短。我们换脸过后的视频就是比这个原视频要更短时间，那这里肯定就对不上，对吧？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视频进行变速。我们鼠标右击点这里的变速控制。然后我们添加就是变速点，我们把这个先缩小一点，把这个放到最前边来，然后再去添加一个变速点。这个我们需要拖动它到原视频一样的一个大小，就是长短，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对上了。好了之后，我们点这里的，当然你也可以加一些音频在里边，就是你自己喜欢的音频嘛。就加这个吧。把多余的截掉，然后好了之后，你就点这里的交付，然后这里起个名字，保存的位置，然后保存 MP4，这个3000吧，然后固定比特率。好了之后，我们添加到渲染队列。好，这里已经渲染好了。好了之后，我们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的。And I don't think I've ever been so low, 'cause losing you was worse